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YouTube 望桥湾频道。今天跟大家讨论一下录屏以及视频制作的软件。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Win10有它自带的一款录屏软件，就是这个 Xbox， 然后这个网上都有应用。它的初衷是为录制游戏而创造的。这里已经介绍了，设置的初衷是用来录制游戏的，因为屏幕上都是可以录制的，可以用作网络教学课程。然后它有的功能就是截图录制和设置一些功能，这个大家可以回去试一下。而我今天要介绍的是另一款 MonoSnap， 就是这个 MonoSnap， 它具有录音、录屏以及这个调用摄像头，还有这个教学一些工具，图片工具。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它的一些设置，这个常用的设置 Copy Line， 还有高级设置，设计是图片存储路径以及存储路径的模板名字，这个游戏存储的路径，还有界面设置，这里语言支持英语，不支持汉语。然后 Editor 默认的图片浏览工具，以及这个每秒多少帧的设置，还有视频的质量，然后调用计算机摄像头是否捕捉鼠标，还有点击浮动在右边，还有这个声音的设置，扬声器、麦克风，这些快捷键，然后账户以及它的一些服务。MonoSnap 是一个跨平台的软件，可以在Windows 和 Mac 以及 Chrome 上安装。现在我给大家录屏的就是使用的这个 MonoSnap， 是一个很好的软件，然后它还具有这个捕捉区域全屏捕捉区域，像这样捕捉区域，保存到桌面。好，就是这个效果。然后全屏，这个全屏工具都是很好用的。
虽然是说 MonoSnap 是一个跨平台的软件，但是它在 Mac 上还是有一些区别的。这个 MonoSnap 在这个Win10上的介绍就介绍到这里，下面我们看一下它在 Mac 上的效果。这就是我的 Mac 笔记本，然后现在录制视频的也是这个 MonoSnap，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些区别设置。然后这个就是 Mac 版的图形界面，跟 Windows 都差不多，也是英文版的，它没有中文版的。然后设置图片存储路径，还有扩节键、字体，还有它支持的这些账号，像 Facebook 之类的。然后展示这个高级设置，你看这里都是有的。然后像 Mac 上它也有自带的这个录屏软件，像这个 QuickTime Player， 然后我们打开它，有点慢。然后打开了之后，它也具有这个影片录制、音频录制、屏幕录制。影片录制就是也可以调用 Mac 的摄像头，屏幕录制这个也都是一样的。然后一些设置，如果你用这个 QuickTime Player 的话，需要安装一个这个小软件包 Soundflower， 否则的话，这个 QuickTime Player 它是不会有声音录入的。然后你需要设置在音频设备里设置，像这个聚集设备，选中这个 Soundflower 和内建麦克风，然后输出选择内建输出和 Soundflower。这个打开谷歌，然后搜索 Soundflower， Mac， 然后大家把它下载下来，都是免费的，把它下载下来，跟在Win10上安装程序是一样的，一步一步点击就可以使用了。像这个 QuickTime Player， 然后你做音频录制，然后这里选择这个聚集设备以及录屏，新建录屏，这些大家自己都可以去试一下。它也有这个捕捉，还有选项。好了，为什么不用这个 QuickTime Player 呢？因为它录制屏幕的话，生成的是以点 .mov 结尾的这个视频文件，占据空间很大，它也不支持别的格式，而这个 MonoSnap 它就会支持一些别的格式。这个是刚才 QuickTime Player 录制的这个以点 .mov 结尾的这个视频。
关掉它，退出，上这个 video file 啊，这个点 M 这个 monosnap 它是支持 MP4的格式的，占据空间比较小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Chrome 插件，然后它也是捕捉桌面、捕捉区域和录制视频，这个大家都可以回去再深入的试一下。设置的话都差不多，这里设置都有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官网，那然后这里就有支持 Mac、Windows 和 Chrome， 它也是一个半付费的软件吧。然后个人版的话就已经很好用了，付费的话可以直接传输到云端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个要登录的，登录练习到官网上，然后这里付费，不过它的免费功能已经可以用了。如果你需要更多的功能的话，可以去购买。这个就是在 Mac 笔记本上的一些效果。那么像乌班图上，如果你录制的话，因为它不支持乌班图，只支持 Chrome 插件，你就只能在这个 Chrome 插件上，像在乌班图上打开这个浏览器，把插件装上，像这里更多工具、扩展程序，然后点击打开 Chrome 网上商店，然后我们搜一下 monosnap， 然后这里已添加，我已经添加了，然后点录制，把这个缩小，这个就是 Chrome 浏览器的应用，然后点选录，然后点这个录屏开始就可以了。不过这个插件的话，它调用不了这个笔记本的摄像头，其他的都可以正常使用。当然，在这个乌班图上的话，也有一些制作视频的软件。我们打开这个谷歌，就看一下乌班图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乌班图上以及支持 Linux 其他系统的一个录屏软件，叫 Kazam。
然后根据这个步骤一步一步的升级，把这个 Linux 的软件装上。因为无版图上，因为系统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噪音，大家需要去网上搜索修改配置文件，如何降低噪音。这个就是 Kazam 的一个录屏软件的一个支持，图形化界面展示，然后全屏以及截屏，还有快照，是否选择录制鼠标。下面我们就看一下吧，看一下这个无版图上的这个 Kazam。这个就是我的无版图系统，然后是装在这个 Chrome 的浏览器的一个插件，就是这里，像设置，因为是网页版的，所以它这个后缀就只能是Web 形式，然后设置这个帧数，放在这里，然后这个设置，然后我们看一下，刚才我截了一个图，是刚才在无版图上打开设置之前截的图，然后点这个 Model Step 之后会出现录屏的这个选择，上下切换，然后会出现让你选择整个屏幕，应用窗口选择整个屏幕，然后点分享，就可以开始录屏了。然后再确认一下这个系统。然后大家就会看到这个系统是无版图 18.04 最新的稳定版，这个2020的稳定版过几天才会出现，因为我需要稳定，要用系统，所以不会用这个不稳定的一些测试版，所以也没有更新。如果大家用的话，你尽量不要用这个不稳定的版本，否则在你生活中会出现一些不可预料的错误。然后大家会想，有没有其他的录制软件，像无版图上，就是我跟大家说的这个 Kazam， 然后它也支持全屏、窗口区域以及屏幕截图，还有这个声音，还有这个鼠标设置，以及它的这个延迟捕捉。大家在用这个 Kazam 的工具的时候，要注意，就是如果有噪音的话，需要修改配置文件，像在这里找一下啊，然后在网上都有介绍无版图录屏噪音处理，然后
就去看这个文件，不是，大家看一下这个，把这个文件我已经复制好了，然后如果大家编辑的话，可以用 VRL。编辑一下这个文件，按插入，到最后输入了，你输入进来之后，就是大家去保存一下，然后声音就会处理的效果比以前好一点。还有就是你这个输入如果没有声音的话，就去打开这个设置，然后声音输入，把这里调高一点，然后选择 HD， 这个就是无版图上需要注意的这个开档录屏软件。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效果，然后点击开，现在就已经开始录屏了，就是这个，然后点击完成，好，保存到多面，我看一下这个效果，就是这个。现在我们关掉它，然后我们看一下，把这个直接关掉。好，像这个就是我刚才保存的以点 YYM 结尾的录制的视频。然后如果大家录制视频的话，就可以去官网上下载，都是免费的。如果大家要付费的话，直接传输到云端，或者说一些更高级的级别，就去付费支持官网。然后像其他的，大家会问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软件，肯定是有的，像一些录屏的软件付费的都很多，但是这个就已经够用了。像因为其他的软件它不跨平台，然后这个 MonoSnap 不用付费的部分已经够用了。Windows 上的话也有一些很好用的免费的或者绿色版的软件，像 Faststone 等等都支持截屏啊、录屏啊，大家可以去搜一下。但是我在网上就是搜查了这么多资料，以及我工作中经常用到的话，MonoSnap 是比较好用的，因为它免费的功能已经在工作中可以使用，这就足够了。像其他的很多软件无版图上也是都有的，然后这个效果大家也看到，跟 Mac 一样的好用。Mac 系统
它起源要比这个无关图早很多，但是它有一些软件也是没有无关图上好用。然后无关图上很多软件都是开源免费的，像这些小插件、特网速的，以及这个温度显示，还有这些都是特别好用的。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去尝试一下用这个无关图，在工作中，一是稳定安全，因为Win10还有 Mac 上都有一些很大的漏洞已经被爆出。好了，这个今天讲的这个视频录制软件的话题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就点赞以及按一下小铃铛，订阅我的频道吧，谢谢。